除夕夜家宴上，两家人都守着一桌已经凉掉的饭菜，等着苏雨晴的出现。电视播放着的春节晚会扫过一个浪漫的慢镜头，苏雨晴和白月光手挽着手，共赴新春庙会，许下最真挚动情的新年愿望。我花了千万香火钱翻修的寺庙，却被他拿来和白月光恩爱祈福。母亲立刻拉起我的手离开，不顾身后苏父的解释与挽留。离开没多久，我就接到苏雨晴的电话：“你又在闹什么？我说了会和你结婚的，你不是最会蛊惑长辈吗？赶紧去跟我爸解释，不然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。”可后来，当他在电视上看见我另娶他人时，一向高高在上的他当场红了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苏家上上下下彻底慌了。林峰，小晴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，等她回来再说行吗？是啊是啊，好歹是除夕夜，不要闹得这么不愉快，我马上把她叫回来。可除夕夜，苏雨晴却陪着别人上山祈福，我的心脏猛地抽搐，驻足片刻，算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苏家人无可奈何，没再跟上来。出了大门，我妈拽住我的胳膊，愤愤不平道：“这丫头实在太过分了，我不会同意你娶她的。这6年，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妈不能看着你执迷不悟下去。”我脸眸死死掐着掌心，抹了一把眼泪。好，我决定好了，不会再娶苏雨晴了。我妈一惊，毕竟她从前没少劝我，可只有这次我表示认同。她叹了口气，心疼地摸摸我的脸：“听你爸的意思，你也是逃不掉联姻了。顾氏集团的顾雪你不是见过吗？难得的稳重。”我妈这么一说，顾雪温文尔雅的举止闪过，确实是出奇的稳重。我目光闪亮地抬起眼睛，点了头。不知是因为我受了委屈，还是因为我突然看开，我妈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但还是赶紧替我打电话商量和顾家联姻的事情去。这边我的电话也突然响起来了，苏雨晴的语气很冲，丝毫没有顾及我的感受。江林峰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于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现在他身边只有我一个人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他吗？而且今天是除夕夜，非要让两家子人一起看咱们两个的笑话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苏雨晴的声音就像是裹着冰，让我的心彻底跌进谷底。我原以为整整6年，完全可以捂热一个女人的心，我可以耐心的等她把心疼干净，等她全部属于我。可是到头来还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。当初我将整个寺庙整修，就是为了能保佑我们两个能终成眷属，可是如今却成了他和于科新年祈福的地方。我任由热泪划过，喉咙发堵的对着电话说：“我答应和你分手，所以以后我也不会再管着你了，也不会再让你心烦。”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冷笑，好像听见了什么惊天笑话。江林峰，这话你说过无数遍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别装大度了。现在我爸一直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和阿珂分手。你不是最会蛊惑长辈吗？赶紧去解释一下，要不然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张了张嘴想说话，却发现电话已经被挂断了。此时我妈欢欢喜喜走过来告诉我，顾家答应了，3天以后就能办婚礼。我本想趁着苏雨晴不在家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遍，可没想到她竟然还是回来了。苏雨晴看见我在收拾东西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慢悠悠坐到沙发上，该扔的东西扔了也好，反正婚后也要买新的。我蓦然抬头，竟在她的眼里看见了些许期待。
可我盼了整整6年，却连一个回应都没有等到。我默默低头，继续收拾东西。苏雨晴转身钻进了卫生间里。此时，她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她专门设置的消息铃声。我下意识瞥了过去，是于科给她发送的几张图片：婚礼请柬、戒指、礼堂。雨晴姐姐，快帮我看看哪一个好看，我好期待和姐姐体验一次婚礼哦。我的目光还没有收回，就被一股力量扯着摔到了沙发上，后脑勺磕到茶几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苏雨晴根本没有注意，反倒瞪大眼睛，声线冰冷至极：“偷看我手机是吗？江林峰，我告诉你，我没什么藏着掖着的。我会给阿珂一个婚礼，让他体验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已经答应和你结婚了，已经够了吧？”我的莫名发抖，就好像赤裸着掉进冰窖，痛到快要窒息。原来在他心里，答应和我结婚只是施舍冷饭而已。但是他又很奇怪，一边拿结婚羞辱我，另一边又不相信我真的快要离开他。就在我要挣扎起身的时候，门铃突然被狂按，苏雨晴忙不迭过去开门，于科就一头扑进他的怀里。男人的声音像猫一样撩人，泪眼婆娑：“雨晴姐姐，我又梦见自己孤苦无依，我真的好害怕呀。”苏雨晴肉眼可见的心软，不停地安慰着于科。我本想转身上楼，女人冷冽的声音响起：“江林峰，要不是你在年夜饭上离席，事情根本不会闹这么大。快点给阿珂道歉！”我根本不敢相信，眼前的女人是我追求了6年的挚爱，可我如今也不会再自甘低贱。见我无动于衷，苏雨晴几个大步上前拉我，瞬间暴露了她衬衫上的吻痕印子。但女人很不在意，厉声警告我：“赶紧给阿珂道歉，要不然我是不会嫁你的。”我抹了一把麻木的脸，刚要说话，于科就哭哭啼啼地跑过来，眼泪汪汪地劝和：“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是我太自私了。你们是一家人，我只是个多余的，活该我爸妈不要我。”苏雨晴越是心疼于科，就越是觉得我的冷血。女人的话里带着刺：“阿珂别哭了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某些人被惯坏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只知道惹事。好了好了，再哭要成小花猫了。”于科看似可怜，却一直在用身子蹭着苏雨晴，目光挑衅般对上我的视线。我吐了口气，鼓起勇气地看向苏雨晴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3天以后就要合故。”再一抬头，于科俯下身亲了苏雨晴一大口，激动道：“雨晴姐姐新年快乐！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了。”此时此刻正好12点整，苏雨晴心疼地拭去男人的眼泪，难得露出笑容：“新年快乐！”而我就像一个小丑，刚想说出口的话哽在嘴边，再也说不出来了。苏雨晴从幸福中抽离，厌恶地回头看我一眼：“你刚才说什么了？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没。”而我的表情在他的眼里又是半可怜薄同情。女人不耐地转过头，搂着于科的腰出了门放烟花。透过窗户，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美到令人窒息。可我却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当初苏雨晴说过，烟花那种玩意有什么好看的，幼不幼稚？可是现在，她不厌其烦地为于科点燃烟花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。我拉紧窗帘，继续收拾我的东西，可却突然发现随手放在门口的信纸不见了。我发了疯地开始找，整个大厅都没有，最后咬咬牙开门出去。你们谁看见我放在门口的信封了？但屋外已然震耳欲聋，没人搭理我。我又开口问了一遍，苏雨晴不耐烦地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回头看我，
江林峰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我的鼻子发酸，崩溃到哽咽。你知道的，我奶奶给我留下的信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看见了吗？此时，于珂故作惊讶地捂住嘴，指了指地面上的灰烬。哥哥说的是那堆废纸吗？我刚才用来点烟花了。男人强装天真地眨眨眼睛，问我好看不？我的浑身都在颤抖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，眼前的雾气迷糊一片。苏雨晴清了清嗓子，自觉心虚，但依旧嘴硬。那都是老古董了，用了就用了，反正你都看了无数遍，都快背下来了。算了吧，我竟然今天才发现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如此凉薄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从一堆灰烬里翻找出几个碎片，握在掌心里。这是我奶奶给我留下的唯一念想。而苏雨晴也曾在我奶奶的病床前发誓，她会照顾我一辈子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，刚要转身离开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尖叫：“雨晴姐姐，我的心脏好痛啊！哥哥哭得那么厉害，我实在是太自责了。反正我只会闯祸，死了算了。”于珂虚弱地倒在地上，煞有介事地捂住心脏。苏雨晴瞬间就慌了，目眦欲裂地瞪着我：“江林峰，你明知道阿珂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还揪住不放。今天阿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嫁给你的。”我什么都没说，死死地咬着嘴唇待在原地。于珂一直喊疼，苏雨晴将人扶起送去了医院，而我愣愣地看着两个人离去的背影。此时民政局打来电话，说登记的预约已经被取消了，总共取消了17次，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。我进屋，带上自己所有的东西，回头看了一眼住了5、6年的别墅，却已经没有半分留念。次日，苏雨晴竟然追到我家里，不过看样子她只是走个过场。她把一个礼品袋扔给我，一副懒得跟我吵的样子。昨天我没回家，还取消了领证，你怎么没吵也没闹？女人满意的勾勾唇，不过这样最好，只要你乖一点，你想要的婚姻我可以给你，是吗？可是我早就不想要了。我刚转身要走，苏雨晴略带情绪地拉住我：“林峰，这6年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没我根本就不行，所以以后别装无所谓了，不累吗？”我暗自咬咬牙，随即抽出了自己的手，无比认真地看着他：“我是真的无所谓，不是装的。”苏雨晴嗤笑了一声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：“我来是想跟你说，今天不要去找我，也别给我打电话。我答应阿珂了，要给他一个华丽的婚礼。”我浑不在意地扯了扯嘴角，真心实意祝福道：“恭喜你们了。”说完，我就转身往回走。正巧于珂给我发了条消息：“哥哥特意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当新房，真是好贴心啊。”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苦笑了一番，把他拉黑。但我还是把所有于珂发来的挑衅消息都发给了苏父，否则他们苏家人总是缠着问我更换联姻人选的理由。其实原因就是这么明显。当他们知道我要改娶顾雪的时候，都傻眼了。顾家的实力远超苏家，在地产界可是无人能敌的存在。我如今和顾家联姻，苏父根本不敢再问下去。我进屋收拾好行李，就坐上了前往隔壁城市的飞机。顾家是大名鼎鼎的地产大亨，婚礼也相当的繁琐，估计得不吃不喝的筹备整整2天。顾雪还花了大价钱买了市里所有的广告位，循环播放我们的婚礼预告。而另一边，苏雨晴身着婚纱，亲自陪着于珂换衣服，女人满眼带笑。这场婚礼很简洁，只有双方的好朋友到场，但所有的配置都是最好的。于珂宛如被宠上天的小王子，
于珂瘪着嘴，撒着娇看向苏雨晴：“要是我能和姐姐领证就好了，那该多幸福啊！”女人宠溺地摸了摸于珂的发顶，无奈勾嘴：“我答应江林峰嫁给他，当然不能反悔。但是你只要知道我爱你就是了。”提到这个名字，苏雨晴警惕似的回头嘱咐安保人员：“你们打起12分的精神，千万不能让江林峰来捣乱。他要是闹起来，可就不好收拾了。就他那非我不娶的冲劲儿，真是难说。”其中有个新来的保安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怯怯地问道：“苏小姐说的江林峰是市中心大荧屏上的男人吗？”苏雨晴的心脏陡然骤停，急忙顺着窗户往外看，瞬间就傻眼了。苏雨晴浑身的血液几乎凝固，反复确认大屏幕上一对新人的名字：江林峰和顾雪。但女人又突然想到江林峰满不在乎的表情，无奈一笑：“我和别人办婚礼，他也办，以为用这种招数就能逼婚吗？”苏雨晴觉得这个男人太不自量力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心里总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。此时，于珂温柔至极地缠住他的脖子，俯下身吻了上来。“雨晴姐姐想什么呢？该我们入场了。”苏雨晴强迫自己打起精神，弯了弯嘴角：“走吧。”台下于珂的朋友居多，叽叽喳喳地开始起哄：“我们阿珂真是太牛了，让苏雨晴都收心了呢，真是恭喜你们呐！”就是苏总把自己未婚夫都抛到脑后，阿珂真是魅力十足，开始磕这对了。眼前欢喜热闹的场景让苏雨晴的心脏一阵钝痛。这是江林峰期待了6年的婚礼，可是6年他都没能拥有，更何况他现在还赌起假装娶别的女人。苏雨晴的心里升起腾腾的醋意。此时司仪的手在他面前晃了晃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于珂娇嗔着捶了下女人的胸口，眨眨眼睛：“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？你说了要给我这个婚礼的，你要记得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”男人的脸慢慢在眼前变得清晰，苏雨晴突然恍惚了一下。其实她曾经也幻想过江林峰穿上礼服的模样，男人是富家公子，举止端庄，论外貌品性都很出挑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嫁给他，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过自信了，太过肯定江林峰肯定会求着娶自己，非自己不娶。想到这，面前的于珂跺着脚催促着：“雨晴姐姐，快伸出手，戴上戒指啊！”苏雨晴猛地回过神，看见花童手里捧着的钻戒，神经一痛，她似乎大梦初醒，急忙摇了摇头，就这样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撇下了新郎，匆匆逃离了婚礼现场。身后的众人传来一阵哗然，跑出会场。苏雨晴抬头望向不远处的大荧幕，心脏咚咚直跳，她手指发抖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号码，毫不犹豫地拨了过去，可一直都是无人接听。恍惚间，不知道打了多少个，回应自己的都只是机械的女音。女人不可置信地喃喃自语：“怎么可能呢？他找来首富演戏，不就是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吗？怎么可能不接电话？”苏雨晴心里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，她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家里的保姆和司机都不知道江林峰在哪。苏雨晴的眼眶发红，一拳砸在了身旁的墙面上，血丝遍布。此时手机突然作响，苏雨晴慌忙地接起，心里升起一丝希望，可结果只是自己的总助。对方支支吾吾的汇报：“老板，刚才收到一封给您寄来的结婚请柬，是地产财团的顾总和江林峰的。”我一落地，就看见大街小巷的地广荧屏上全都是我和顾雪的婚礼预告。顾总可真是痴情啊！
30出头都没谈过恋爱，现在可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呀。听说新郎家世也不错，但就是跟在别人身后6年，顾总竟然还不介意。我默默低了头，突然发现肩头一沉。别听他们怎么说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我一抬头，来人竟然就是顾雪。想到第一次和他见面还是在我的成年礼上，他的模样竟也没有变。见我郁郁寡欢，女人俯身安慰我，幽默风趣。可苏雨晴的来电不合时宜地响起，一个陌生号码，但一猜就是他。我直接把手机静音，礼貌地笑笑。骚扰电话，顾雪虽然心里了然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她带着我去吃了顿饭，就开始让我试礼服。布料明明是白色，可行动起来却是波光粼粼，帅得不真实。顾雪眼神明亮地注视了许久，缓缓朝我走来，真的很合适，好帅气。此时身边的设计师投来羡慕的眼光。顾小姐可是花了好多的心思，白天要忙工作，大都是晚上和凌晨来店里帮忙设计礼服。您真的是最幸福的新郎了呢。我羞涩地低下头，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。这时，顾雪的助理给她递过手机，是苏小姐，苏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我刚要上前阻止，顾雪好笑地摆摆手，接起来了。电话那边来势汹汹，顾小姐，我知道你手段多，但你也不能抢别人的新郎吧，否则叫人听了笑话。顾雪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，江林峰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新郎了？你是和他领了证，还是发布了新闻说要嫁给他？苏雨晴背对得哑口无言，因为这些事情她确实没有做过，甚至都没有口头接受过我。我无奈地拿过手机，语气冰冷。除夕夜当天我就已经说了，我要和你分手，你就没必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。苏雨晴哽咽了一下，调整好情绪后跟我说，江林峰，那不都是你嘴硬开玩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当作是真的，那不算数。苏雨晴向来荒谬又自以为是，他也从来都没有把我的情绪和想法看在眼里，甚至可以一再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，可笑至极。我无比认真地对着电话说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那都是真的，我江林峰真的已经和你分手了。电话那边的苏雨晴几乎崩溃，强压着颤抖的声线，6年来你不就是盼一个婚礼吗？我给啊，我现在就给，你没必要和我耍这些把戏，没有那么多人有时间陪你玩。事到如今，他还在坚信我爱着他，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得到他，可是他错了，我真的已经累了。我刚要说话，顾雪慢悠悠接过手机，勾唇笑道，不管林峰是不是认真的，我都已经对他无法自拔了。请柬我叫人给你送过去了，随时恭候。随即电话挂断，顾雪将我搂在怀里安抚，温柔备至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顾雪，我是真的不想再回去了。其实在过去的那些年里，我也曾经想过要离开，可是苏雨晴若即若离，让我牵绊了整整6年。当初我喜欢他，做什么都有股冲劲儿，一个人挑起公司的大梁，晚上回家给我带好吃的。可直到于科的出现，彻底瓦解了昔日的平衡。苏雨晴喜欢他温柔可人，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哪怕是生气也很好哄。阿珂很单纯的，不像你一样城府那么深，心里想些乱七八糟的。苏雨晴一次次刺痛我的心，又和我渐渐疏离，那份铿锵有力的爱意可能早就被磨灭了。思绪回笼，顾雪将我推进换衣间，递给我一件晚礼服，说要带我去订婚宴会。顾雪刚一成年就开始学习公司的事务，结果学业和事业双丰收，以工商管理博士的学历坐上董事长的位置。
他现在正在培养自己的弟弟做总裁，才能更好平衡生活。所以这场婚礼对顾雪和地产界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。宴会热闹非凡，顾雪体贴地带着我到处介绍，游刃有余。有人寒暄，我们顾总可是痴心一片，现在能嫁给江先生为妻，也算是心想事成了。顾雪压不住嘴角的笑意，回头看我，是我有足够的幸运。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好久了。小时候我和他是邻居，也算是半个青梅竹马，只是后来他搬到这座城市，料理公司的事务就很难一见了。我也深知他品性很好，才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娶她。在我愣神之际，顾雪当着所有人的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，闪烁动人，女人的眼眶湿润，无比真诚地抬头看我。林峰，娶我好吗？我的心脏怦然跳动，激动不已，最后缓缓伸出手去，将戒指戴在他的手上。那一刻，现场都是祝福和掌声。宴会后半段，我自觉喝得有些醉了，便借口洗脸，一路跌跌撞撞找到卫生间。我打开水龙头，看见自己红润的脸颊，有些许欣慰，毕竟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怀了。我刚要转身离开，却被一股力量给扯到一旁。当我看清来人是苏雨晴时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。苏雨晴惊讶地打量带着醉意的我，然后隐忍地开口：“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要强装开心，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吗？”我瞬间恢复清醒，无语地笑出声来：“你错了，我是因为开心才喝这么多的。”苏雨晴，你别太自以为是。我做事要绕开他，却被死死地拽住了手腕。苏雨晴不可置信地盯着我手上的对戒，整张脸满是阴沉。江林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忍住头疼，把手抽出来，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耐心。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我要和顾雪结婚，戴个戒指不是很正常吗？苏雨晴好像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眼中带着蔑视。所以你真是因为钱和顾雪在一起的吗？因为他是首富，你才抛弃我跟他在一起的吗？话音刚落，我扬起手扇了他一巴掌。在卫生间里回想，我借着醉意一步步上前警告他，无论顾雪是不是首富，我都不会爱你了。我们结束了。苏雨晴说完最后一个字，我抬腿就走。身后的苏雨晴语气瞬间变软，陡然叫住我：“林峰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想明白了，我现在真的想嫁给你，跟我回去吧。”林峰。此时顾雪闻声赶来，出现在卫生间门口。我几步上前去，站到他的身边，下意识地依靠着他。苏雨晴看着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脸色瞬间暗沉，拳头攥得咯咯作响。他的语气里带着警告：“顾总喜欢强取豪夺，实在辜负了外界对你的评价，真让人大开眼界。”顾雪邪魅一笑，把我搂得更紧。不瞒你说，我一直都是默默等着林峰的。当我知道他肯选我做联姻对象，我简直都要笑傻了。倒是苏小姐有了未婚夫，还到处招摇，有失家门风范啊。苏雨晴脸上还挂着没有消退的戾气，却直接被对得哑口无言。顾雪低声跟我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宾客还等着呢。”我们刚转身，他就回头嘱咐了苏雨晴一句：“你要是有时间，就好好忙公司的事情，要是再来打扰，我就有的是手段让你们集团翻不了身。”顾雪脸上的警告转瞬即逝，低头笑着牵起我的手往前走，只留下无能狂怒的苏雨晴在身后不住地咆哮着。宴会结束已经是凌晨，顾雪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睡，自己睡在床边的沙发上，一夜难眠。其实我也知道，
顾雪也始终没能睡着，紧张到翻来覆去。我也没想到，什么大场面都见过的他，竟然也会害羞成这个样子。次日早晨，顾雪给我留了张便条，说是去公司处理一些事情。我吃过早饭，打算出门买点零食吃，却遇见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于柯不再掩藏自己的锋芒，小白兔的獠牙也露出来了。江林峰，你真是好谋算啊！你假意和顾雪结婚，实则是让雨晴姐姐对你旧情难忘，好一招欲擒故纵。我苦笑了一番，根本不屑于他所说的话。我没有于先生说的那么聪明，也不会耍什么花招。于先生谬赞了。于柯瞬间变得咬牙切齿，眉毛也显得七扭八扭。你别装无辜清高了，雨晴姐姐可没在这里，你就是个虚伪的贱人。没有你，雨晴姐姐也不会不嫁给我，把我晾在婚礼上。说着，她竟然从包里掏出来一把尖刀，朝我扑过来。我下意识用胳膊挡住脸，却迟迟没有感觉到疼痛。再睁开眼，竟然看见苏雨晴直直地挡在我的身前，面露释怀的笑容，而她的脚下已经流了一滩的血。此时，于柯震惊地丢了刀子，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，赶紧上前：“雨晴姐姐，你为什么要给这个贱男人挡刀子啊？你真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！”苏雨晴直接把男人甩到一边，眼神里面竟然带着杀气。于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要是你今天真的伤了林峰，我肯定不会饶了你的。被推倒的于柯震惊不已，泪眼婆娑地看着女人，语气委屈巴巴：“你怎么能为了他推我呢？我现在生病了，可能活不久了，都是被他给气的。”苏雨晴一惊，但随即反应过来，急着撇清关系：“你别诬陷我，生病也是你自作自受。和他没关系。”于柯哽咽着回想，那天下雨打雷，你连夜赶到我家来陪我，是他把你叫走，当时我直接就晕倒了，你怎么能不承认？苏雨晴的眉头紧锁，急忙回身过来解释：“林峰，我没有去过他家，我也没骗过你。其实整件事听下来，我也没有半分波澜。”我语气平静地对他说：“这是你和他的问题，和我无关，不用解释。”说完，我看见顾雪的车子在门口停下，从容下车，看见苏雨晴浑身是血，大概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女人没有多说什么，朝我举了举手上的包装袋：“给你带的甜品，回去吃吧。”苏雨晴自知不能造次，默默低下头，狠狠瞪了一眼于柯，就离开了。婚礼在即，我的心里也紧张得要命。我在后台换衣服，我妈两眼带笑地陪着我。你能娶顾雪，我才总算是放心了。我看着镜子里穿着礼服的自己，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激动。没一会儿，工作人员来叫我入场，我在原地等着顾雪，和她会心的隔空对视。可是才走到一半，一个黑影突然窜到了台上，挡住了他前行的路。“林峰，我求求你不要娶她行不行？就算是我不要公司了，我也没办法不要你。”我眉间的喜色瞬间消失，上前几步警告他：“这是我的婚礼，你不能这么无理取闹。”向来不屑于和他计较的顾雪，这次突然厉声开口：“之前我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，今天你要是还敢胡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说着，女人抬抬手，叫来了门口的保镖。几个黑衣保镖冲到台上，几下就把苏雨晴给束缚住了。顾雪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大汉把苏雨晴拖出去，拳头落下的声音异常清晰，苏雨晴的哀嚎声也不绝于耳，但却也被礼堂的音乐声给盖住了。好歹婚礼可以继续进行，有条不紊。当我和顾雪相拥在一起时，现场的欢呼声不断。可是我们两个刚刚下场，
就接到了一个来自医院的电话。医生说，苏雨晴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除了有几处淤青外，没什么大碍。可是她竟然对自己下死手，拼命地从楼梯上滚下来，摔断了腿。她这么做的原因也很明显，但我并不想理会。我自顾自跟着顾雪回家，前往我们的新房。小时候的青梅，如今要开口叫我老公，实在害羞的脸颊发烫。顾雪只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把我推进被子里，然后转身要继续睡沙发。我一阵嗤笑，把女人给笑愣了。顾雪狐疑地问我：“小傻瓜，笑什么？”我拍了拍身侧的被子，女人才乖乖地爬上来。我双眼含笑地看着眼前这个脸红的女人，轻轻将她抱住。我们都结婚了，还是一起睡吧。可能我的这句话刺激到了她，女人一把捏住我的下巴，开始肆无忌惮地榨干我肺里的氧气，久久不肯放开，必然又是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我就在微博上翻到了于科发布的帖子，我愿意照顾我的雨晴姐姐，等她康复了再娶她。可这条帖子却火了一把，把苏氏集团瞬间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因为于科并非出身豪门，不可能和苏家联姻，苏父也断不会同意。可是没一会儿，于科的微博账号就被封禁了。不用想也知道是苏家人干的。听说苏父给了于科一笔钱，叫他不准再纠缠苏雨晴。于科哭着跑到医院去找苏雨晴，想让他去跟苏父求情。可是却在争执之间，被女人一把推倒在地，磕到了脑袋。于科原本想靠着装病上位，但眼下恐怕只能乖乖拿着钱治病去了。其实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也心脏一颤，只怪他看错了人，依赖错了人。傍晚我走出家门，打算去江边散散步，却看见苏雨晴拄着拐杖朝我走过来。他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之态，脸上的憔悴疲累肉眼可见。我刚想转身离开，他迅速将我叫住：“林峰，你别躲着我好不好？我不是来纠缠你的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”我的语气疏离又冷静，如你所见，我过得很幸福。听见我这么说，苏雨晴的眼眶发红，一连串的泪珠滚落到下巴。林峰，你看起来瘦了好多。我自顾自将手揣在大衣兜里，没有给他一个眼神。是吗？我倒是没觉得。苏雨晴的眼中透露着心疼，下意识要往我这边走，而我只是往后退了几步。无奈，他只得站在原地，低头抹了一把眼泪。我真的对不起你，要是我肯早点答应和你结婚，你就是我的老公了。如今再听到他说这些话，只觉得像个不好笑的笑话。我为他蹉跎了6年的青春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确实挺叫人难受的。但同时我也庆幸自己没有真的娶她，否则也不可能遇到顾雪，我真正爱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释怀地吐了口气。苏雨晴，我没娶你是我的幸运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此时，我身后的女生叫了我一句“老公”，我迅速转过身去，扑进顾雪的怀里，接过她给我买的小笼包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一起欣赏着江边的美景。而苏雨晴落寞地看着2个人的背影，一阵风吹过，吹乱了她的头发，甚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那个男人笑，自己也不自觉地笑出声来。但笑着笑着，眼泪就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